大家好，我是悉尼 KNY Art School 的Y老师。前面你听到这种发出魔性叫声的鸟呢，叫笑翠鸟，英文名字叫 Laughing Kookaburra。它是澳大利亚一种特有的鸟类，也是我们后院经常会看到的一个小朋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从我拍摄的这些视频和照片当中选择一张来进行创作。那我比较喜欢左边这张的构图，但是呢，右边这张的神态不错，所以我把这两张合成起来。我用的纸张呢是宝红的棉浆纸，尺寸是38×26厘米，用的颜料是美捷乐的 Mission Gold。我们先从浅色区域开始上色，也就是腹部和头部，先用水把这些地方给打湿了。腹部的颜色我选用的是少许的 Burnt Sienna 加多一点水，然后再配一些 Sap Green， 可以让这两种颜色充分的混合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一下什么地方有相近颜色的，你也可以同时画，比如说在头部，像眼睛前面和后面这些羽毛的颜色非常接近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把它画掉。在笑翠鸟的翅膀上有一些非常漂亮的蓝色羽毛，这里我选用的是少许的 Cobalt Blue， 用小的笔刷把这些蓝色的羽毛点上。要注意的是，整个翅膀部分呢都是干的，所以这些蓝色的羽毛它并没有化开。它的喙部上半部分也可以用 Cobalt Blue 来画，那么下半部分呢，我用 Orange 直接来上色，这是第一遍颜色。你会看到今天我用的大多数笔刷呢，都是使用这种小的毛笔来绘制的。时不时你可以去看一下腹部这些颜色是不是干了。那么在将干未干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点入一些小的笔触来模拟毛发。好，现在我们换上一支中号的毛笔，那么我们要调一个翅膀的颜色。翅膀的深色部分有一些褐紫色，所以我使用紫色加绿色，然后配一些红色来调。在这里要有一个小的 tips 介绍一下，当你调色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确保你调出的颜色的量足够。好，这是第一层的翅膀的颜色，所以其实运笔没有什么太大要注意的地方，那么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蓝色全部都盖掉。如果你很喜欢画鸟类的话，或者是其他任何动物，那么非常建议你去了解一下这些动物的解剖结构。比方说这个翅膀，那么鸟类的翅膀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结构，例如哪里是初级飞羽，哪里是初级腹羽。一旦你了解了翅膀的结构，那么你就可以非常准确和快速地把翅膀的结构交代清楚。用色方面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用单调的颜色去绘制一大片区域。比方说这个褐色的翅膀，其实我们可以加入紫色或者是蓝色，让它的颜色显得非常丰富。翅膀的底色就这样基本完成。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回到用小的笔去把其他地方的毛色呢去丰富起来。像在头部的这些毛非常细小，那么我们用这些笔尖非常小心的去刻画。要根据毛的大小来掌握用笔的轻重。像有些细小的毛的话，其实你是只需要稍微点一下就可以。
另外就是需要使用比较丰富的颜色，当使用土色系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加入一些鲜橙色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翅膀的第二层刻画。这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的初级飞羽勾勒出来了。要注意观察参考图片上羽毛的结构，或者说是你可以去找一些不同角度的参考照片来绘制这个羽毛。腹部的毛发我使用干的平头笔刷，可以故意的把平头笔刷弄得分叉，这样呢就是有助于描绘比较自然的毛发。在绘制各种羽毛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避免过犹不及，也就是说不要上太多太复杂的笔触。好，到这一步看上去总体上羽毛已经很丰富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开始绘制篱笆的木板。木板的面积呢是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中型的笔刷，蘸上水比较湿润，这样子来刷整个木板，并不需要一块一块分开刷。木板的颜色我们使用 Burnt Sienna 和 Ultramarine Blue 来混合，但是呢，你也需要去混入一些蓝色和橙色或者其他鲜艳的颜色，让整块木板的区域颜色能够丰富起来。好，我们需要让篱笆木板干一下，然后才可以继续下一步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可以去刻画一下翅膀当中最深的部分。在这一步呢，笔刷可以适当的干一点。头部的颜色应该已经干透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刻画眼睛了。这里要注意哦，眼睛它不是正圆。我们先来描绘眼睛的周边部分，包括眼眶啊，以及眼睛前面的那些深色区域。画眼睛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高光部分留出来。在这里，它的高光部分当中有一部分是对天空的反射，所以显示出蓝色。然后我们使用深褐色，比如说像 Burnt Sienna， 去把眼球的底色勾出来。在画眼球底色的时候呢，可以小心的把眼眶亮部也留出来。画完眼睛后，篱笆这部分应该都干了，那么我们可以继续上细节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把笔尖弄得稍微分叉一点，这样刷出的笔刷呢是比较自然。刷的时候还要注意明暗关系，这样我们可以把木板干裂的这种肌理都能够表达出来。这样我们的主体和前景基本就完成了。那么对于背景来说，主要就是用示中式的办法。背景用到的绿是比较丰富的，有 sap green、
Hooker's Green、Viridian Green、Olive Green，所以各种各样的黄色都可以加进去点，甚至你可以直接点入一些Mid Yellow 啊，或者说是 Lemon Yellow 这样子来丰富它的背景。这里可以介绍一个小的 Tips， 在做湿中湿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湿的颜料里滴入水滴，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得到一些比较随机的扩散肌理。最后趁着纸还没有干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颜料来模拟郊外的一些树枝。好了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把四周的胶带撕开。这些胶带呢，在纸上留下了非常漂亮的一个白色的画框。好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转发哦，谢谢。